楠楠别睡，千万别睡！楠楠冷。大少爷，莫白费力气了。这贼老天的脾气我最清楚，血下的这般劲，莫说是娇滴滴的女娃，就是我们这群糙汉，今晚若是没有一口热汤吊着命，明早也得拧挺挺的烫上一排来。楠楠才5岁，她做错了什么？难道老天真要绝我萧家？苍天在上，厚土在下。我萧景一生光明磊落，未曾做过半点伤天害理之事。若这世间更理认为我萧氏当绝，请将所有灾祸降于萧景一人之身。可这些妇孺何辜？若天道尚存一丝仁慈，求赐我萧氏妇孺一口热汤！凭空而降的吃食，这东西从哪儿来的？200万，把我卖了也还不清。不饶一口热汤！这血怕是要埋死人嘞！井底有人！这是海市蜃楼，还是全息投影？同是天涯沦落人啊！200万的债压得我想死，他们比我更惨。喂，下面的人接住！我的娘亲，那是砂果！热的，这竟然是热的！这是啥神仙物件？咋这么香？给楠楠喂下去。好甜！活了！天不亡我萧氏，萧氏全族谢过上天赐食之恩。这口枯井真的连通了一个古代的流放世家，那我能不能帮他们更多一点？不是梦，昨晚的事不是梦。什么都没有了，风雪呢？人影呢？绳子还绷着，不是幻觉。这是高热不退，7个人命悬一线，他们是真的快死了。可是我能怎么办？我连自己都活不下去了。342块5毛，熬到月底都不够。不行，不能随便给药。古代人身体太虚弱，长途跋涉营养不良，肝肾功能怕是已经受损了。现代退烧药药性太猛，他们没有任何抗药性，吃下去很可能脏器衰竭，直接死掉。不能给猛药，绝对不能。柳树皮，大学时候教授讲过，柳树皮含有天然水杨酸，是阿司匹林的原始来源。中国古代和古希腊都用它煮水退烧，温和、天然，古代人虚弱体质正好能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无非神明，乃后世之凡人。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神，指望天上掉馅饼，下次还是会死。得让他们自己站起来。快走！100斤玉米面，20斤粗盐，300块钱，花的1分不剩。能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靠你们自己了。难道上天赐下一口吃食，只是为了让我们多受几天折磨？这是恩赐，还是折磨？太傅，有动静来，那个地方又动了。
爹，是粮，虽然是极粗的黄面，但是有100多斤，100多斤啊！盐，老天爷，是细盐！太傅，在这大漠里，这一袋子盐比金子还贵啊！乃后世之凡人。什么？恩公说自己不是神，那他是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欲活命，须自救。这位后世之人，是在骂我们呀！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遇到绝境只知跪壁求神，连一个后世之人都看不下去了，在教训我们要靠自己。爹，这背面画的是什么？弯弯绕绕的。我的乖乖，这后世的大仙是个懂行当的实在人啊！老魏，你看懂了？这画的是什么？太傅，少爷，这可是咱北都的火烫啊！您看这道烟道的走向，这道坎儿得垒高2寸，要不烟道灌能把人呛死。只要有黄土有干草，我当年在边军灶场干过800回，闭着眼睛都能盘起来。你说什么？你会造？太傅放心，只要有土有草，我今晚就能让大伙儿睡上热炕头。都给我站起来！本宫说了，欲活命须自救。丁原，在，你带2个轻伤的去堡外剥柳树皮，记住，就算用指甲抠，把手指抠烂，也要把树皮给我抠回来。是。其余所有人，包括老夫在内，脱下如山，全部听从老魏调遣，挖净土、寻干草、和泥盘炕。太傅，使不得啊！君子远庖厨，您怎可做这等下贱的泥瓦匠活去？这有辱斯文啊！是啊，太傅，我们是读书人，怎么能斯文？你娘的脚昨天冻伤了，你跟我说斯文？楠楠才5岁，快烧死了！你跟我提君子远庖池，在这等绝地，活下去才是最大的斯文。你若再敢提半句酸腐之言，老夫现在就将他逐出萧氏宗族。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这道坎得垒高2寸，不然烟道灌。成了，我打保票，这炕烧起来，保准热火。爹，树皮发回来了，够熬几大锅。好小子。热了，真的热了，3天了，我第一次觉得暖和。楠楠乖，张嘴。喝了这个就不烧了。爹，出汗了，楠楠出汗了，烧退了。如果是神明赐福，那是虚无缥缈的运气，今天能来，明天能走。但如果是后世之人，凭着知识和常识，跨越时空，硬生生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了我们萧氏全族的命，这不仅是恩，后世之学堪比造化，先生之恩重于泰山。从此以后，萧氏一族不信鬼神，只尊苏师。也不知道你们活下来了没有。一天几十个催收电话，电也给我掐了。时间流速大概1比10，我这边1天，他们那边过了快10天了，也不知道熬过冬天没有。苏师叩首，赖火汤与神药之功，族人挺过严冬，无一冻死。今冰雪消融，塞外春至，不然流放之地颗粒无收，官府绝粮，老朽斗胆，叩请苏师再次升级。颗粒无收，官府断粮，光是给吃的治标不治本啊！100斤梆子面能吃多久？得让他们自己能种出东西来。对，种地，我是农大毕业的，这不就是我的老本吗？
喂，张老师，是我苏叶。那个，我想跟您借点钱，2000就行，不是干别的，我想去农科院买点种子。苏叶啊，创业的事我听说了。谢谢张老师。土豆切块裹回催芽法，快蒸要带芽眼，切口蘸草木灰防霉。亩产写个1000斤吧，给他们点信心。爹，苏师赐下的这是何物？这硬邦邦的泥疙瘩能当饭吃？不会是石头吧？不是生瓜碴子味儿，不涩得很。看吧，不能吃。好东西，饿得亲娘嘞！这是实打实的干粮啊！你们摸摸这咬下来的叉口，白生生的，全是淀粉。这东西要是煮熟了，顶饿得很。苏轼信中说：“此物名为土豆，切块种下，若伺候得当，亩产可达1000斤以上。”老太傅，您说什么？1000斤？1000斤，苏轼亲笔所写，绝无虚言。我在京城的时候，听户部的人说过，咱们大楚最好的水田，种上等精米，亩产也不过300多斤。这灰泼泼的泥疙瘩能顶3亩好田。苏轼乃神人也，他说能，那就一定能。太傅，别愣着了，我们这就干起来！所有人图之所示，将此物切块，沾上草木灰，明日下地播种。切大点儿，每个块上至少留一个芽眼。活了，真的活了！按照这个涨势，亩产1000斤，说不定真不是梦。有吃的了，终于有吃的了！不对，怎么了？这是什么？昨夜并未下霜啊！不是下霜，我们看走眼了，这片地是绝户的盐碱地呀！这白霜比砒霜还毒，他把苗子的根给烧烂了。什么亩产1000斤，全都是南柯一梦，我们注定要饿死在这蛮荒之地呀！苏轼在上，流放之地盐碱泛霜，土豆幼苗大面积枯死。老朽，盐碱地泛霜，烧根死苗，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西北大漠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土壤盐碱化是致命的呀！要洗盐，必须得有大量的活水冲刷，深挖排盐沟。但是光洗盐还不够，土地太贫瘠了，土豆会营养不良，得改良土壤，增加有机质，堆肥，人畜粪便加草木灰加枯枝乳液，密封发酵，农家肥，能不能活？就看这一回了。水渠排盐沟，太傅，苏轼这图画的比工部的御图还精细。老臣虽然身子骨不中用了，但这双眼还能看，这双手还能算。水渠的事儿交给老臣。堆肥的法子呢？太傅，苏轼这法子绝嘞！这上面说要把咱们攒了一整个冬天的茅厕大粪混着草木灰和烂树叶沤在一起，等发酵熟了，那可是能起死回生的金贵玩意儿。茅厕大粪，我们是世家子弟，怎么能？员带人随老魏去沤肥。是。太傅，您别过来嘞，这味道冲得很。犹如斯文，犹如斯文啊！出淤泥而不染，士可杀不可辱。我教了别人一辈子，自己却连一桶粪水都端不起。欲活命须自救。苏轼一个后世之人，尚且不辞辛劳为我们画图送种，我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流放罪臣，还有什么可清高的？脸面、尊严、阶级，在生死面前，在子孙后代的性命面前，比粪土还不如。老魏叔，教教我们，这玩意儿怎么沤？我就不信了，活人还能让粪给憋死！好一群有学习的好汉子！老魏叔，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对嘞，瓜怂总算开窍了。苏轼，您给的是让萧氏全族重新站起来的脊梁。10里地，地势还比田低，人工挑水，30多个人把肩膀压断了也救不活那些苗。坎儿菌，疏浚连通地下暗渠，减少蒸发，再加上护溪原理，利用大气压降让水往高处流。
能不能成就看这个了。柳重之，你是工部侍郎，这图纸你应该看得懂。妙，太妙了！重之，此法可行？何止是可行？太傅，您看，这坎儿井之法是让咱们每隔10几丈挖一口竖井，然后在地下将这些竖井打通，连成暗渠。西北风沙大，日照毒，明渠挖10里，水在路上就蒸干了，但走地下暗渠，水就保住了。好，还有这个虹吸之理，苏轼画了图解，只要利用大气之压强，让管道内形成真空，水流就能违背常理，从低处自动流向高处，越过那道土坡，直达我们的田地。柳大人，您就给我说一句，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把水弄到地里头？不用水车，不费人力，让水自己往高处流。我的乖乖，那不跟活的一样？苏轼不仅赐粮赐药，更赐下了这等打破世间常理的神仙学问。重之便是死。这事交给你，全族上下听你调遣。太傅放心。老魏，你在这片大漠里讨了半辈子生活，地下的水脉走向你比我看得准。这条线从苦叶河到这里，一共10里，你带我走一遍。柳大人，跟我来。这儿挖下去8丈左右能见水汽，可以做第一口竖井。好，下一处路线定下来了，30多口人，10里地，挖深点，瓜怂，那是挖井，不是给兔子刨窝。刘叔，地下3步左右开始渗水了，土质越来越软，支撑的木桩得加密。丁渊，把间距从1丈5缩小到1丈。宁可多费些木料，不能塌方。明白。十里挖通了就有水了。小伙子们，加把劲儿！我挺着神儿，离河道不远了。土层松了，水气很重，离河道极近了，最多10丈。10丈？那再挖2天就能通了。丁轩，你把那2根木桩钉紧些，这一带土质太软，防止渗水塌方。知道了，柳叔。等等，瓜怂，停手！怎么了，老魏叔？这声不对，快撤！土要塌嘞！好，快跑！丁轩，躲开！走！刘叔，刘叔，刘叔，别扒了，快上去救人！快！塌方了！谁在下面？柳叔、丁轩、老魏都在下面，小心！我个老天爷，你这是要他的命啊！柳叔，柳叔，你看着我，你看看我呀！抬，把石头抬起来，都过来！1、2、3，起！再来！1、2、3，起！别白费力气了。柳叔，你别说话，我们一定把你弄出去。丁轩，你没事吧？我没事，是我害了你，是我手脚太笨了。不怪你，工程图纸是我画的。塌方，压腿了，得止血，得固定。云南白药止血绷带，医用镐板有多少拿多少。这个给我。用此物顶开巨石，前颈手修饰，顺时针方向用力，药粉外敷止血，夹板固定伤入，千万挺住！千万挺住，千万别死！千斤顶，苏轼送来了顶石头的器具。快拖人！刘大人，你忍着点，忍着点。柳叔，你撑住，你撑住啊！爹，大夫说柳叔的腿保不住了，最后那几米暗道还挖不挖？
哇，虫子的双腿不能白费。就算是用牙咬，今天也要把苦叶河的水给我引到田里去。是。虫子，你交出来的那条渠不能断在你手里。坏了，坏了！我听到水声了。痛了！来皮痛嘞！柳叔，你听到了吗？通了！我的老天爷，水来了，真把水引来了！这是啥？出事了！太傅，出事了！这是什么虫子？怎么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今年大旱，戈壁滩上的虫子没处寻食，全被咱这片绿油油的水田招来了。这东西对庄稼有多大的害处？这帮畜生胃口大得很，专啃叶子，叶子没了，地下的土豆就长不成了。不出3天，就能把咱这几十亩地的叶子啃个精光啊！3天？爹，东边那片已经啃了大半了。哭什么？苏轼教过我们，欲活命，须自救。丁原在，立刻写书。夏季虫害大爆发，这比盐碱地还麻烦。盐碱能血，虫子是活的，今天赶走，明天又来。草木灰、辣椒水、大蒜汁，碱性物质堵塞虫子的气门，刺激性挥发物驱虫。这个好，天然无毒，古代人能用。等等，给他们送农药不行，现代农药是液体，玻璃瓶在井道里磕碰就碎了。再说他们没有防护服，没有防毒面具，盲目喷洒高毒性农药，人中毒了怎么办？为了保粮食把人毒死，那不是本末倒置吗？只能用土法子，物理防治、生物防治，虽然费力气，但安全。老板，最辣的朝天椒干辣椒有多少？你要多少？200斤。200斤？你是开火锅店的？还有大蒜，要最冲的那种独头蒜，也来200斤。快！切忌恐慌，将干辣椒与大蒜捣碎，加水大火熬煮1个时辰，去其浓汁。草木灰清晨趁露水未干时撒于叶面，堵塞虫子的气门，不可半途而废。这次没有捷径，得靠你们自己，一株一株的救，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保。辛苦你们了。这啥？苏轼这是让咱们给虫子做顿饭？这红通的是吃的？少废话！苏轼的法子写在这里，辣椒、大蒜熬水驱虫，照做便是。我的娘亲，辣椒水，那虫子最怕这味儿。太傅，这法子我在边军时候听老农说过，管用。那就别愣着了，所有人生火架锅捣辣椒、大蒜。我的老天爷，辣死我了！我的眼睛，这比烟熏还厉害，够劲儿！苏轼给的这玩意儿比西北的烧岛子还烈！熬好了就装桶，一株一株的掸，不要放过任何一片叶子。有用，苏轼的法有用，虫子跑了。太傅说的对，这是持久战，一株一株的救，总有救完的时候。在这片绝望的沙海，每一寸绿色都是用血肉换来的。孩子们用稚嫩的手守护着全家的希望。想抢我萧家的粮，做梦！柳叔，您回去歇着吧，您的腿没了，手还在，拍死一只少一个。去，接着干你的活。我孝敬活了大半辈子，
没想到还有跟虫子打仗的一天。退练！保住了。苏轼说过，藤蔓枯黄老腐，就是果实成熟的标志。开我！老魏叔，怎么了？可是地里生了病。太傅，这土豆一个顶额在边军时候吃的2个大。挖，全挖出来！2亩地，这只是2亩地的收成。太傅，我在边军待了20年，从没见过这阵仗，1亩地能顶边军屯田5亩的收成不止啊！有了粮，有了活路，咱们就能在这绝地里筑起一座连阎王爷都打不破的铁城。列祖列宗在上，再也不会有稚儿饿死了。后世之恩，萧氏世代不敢忘。粮食是活下去的底气，但粮食的香气也会引来觊觎的眼睛。暴风雪过去了，虫灾过去了，更大的风暴正在路上。多捡点胡花木，冬天还长嘞。太傅，大少爷，祸事嘞！老魏，怎么了？我在10里外的沙丘后面看见了黑风道的探子。黑风道就是这方圆300里最凶残的马匪，他们用木棍挑着一只死黄岩，插在咱们取水的苦叶河边，羊肚子里塞着一张羊皮卷儿。这是黑风道的死撑帖，他们下了这帖子，意思就是3日后破保，男人杀光，女人带走，粮食抢绝。100多号马匪，我们全族能拿得动锄头的男丁不到10个，其余全是老弱病残。苏轼，若此劫不过，小景来世再报。100多骑兵，冷武器对冲就是送死，能改变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规则。1硝2杀3木炭，不对，那是燃烧粉末，只会呲呲冒火星。真正的军用黑火药必须提纯颗粒化，才能在密闭空间内产生爆炸冲击波。焦土，古代墙根下的白霜就是焦土。硫磺，大漠里应该有硫磺泉。木炭，自己烧。提纯配比10道倒模颗粒化。不能见火星，不能见火星，千万不能见火星。冷兵器对阵必死无疑，天授雷霆，唯此一法。火药制成后极度危险，碾磨时必须加水施导，绝不可见半点火星。造此物犹如与鬼神共舞，九死一生，甚至。太傅，苏轼怎么说？苏轼说要教我们造天雷。什么？太傅，这上面画的焦土，咱土堡的破墙根下厚一层全是白的，那玩意儿能造火药？还有硫磺。老魏，你在大漠里待了半辈子，知不知道哪里能找到硫磺？往北10里有个干涸的硫磺泉坑，我小时候还去捡过那种黄石头玩，我的娘亲，那玩意儿能派上用场。丁轩，在。
你带人拆了土堡里所有不承重的木梁，按照苏氏的图纸给柳大人打下手，造投石机。是，老魏，你带人去挖硫磺、烧木炭。太傅放心。定远，火药的提纯和配比最是危险。苏氏信中连用2个慎之，可谓九死一生。爹，定远这条命是苏氏给的，是楠楠的命换回来的。若能护全族周全，定远粉身碎骨又何妨？火候到了，把硫糊粉和炭粉拿过来。大少爷，这玩意儿真的能炸？苏氏说能，就能。动作要轻，千万不能出火星。明天就靠你们了。扇轻点儿，别把粉末扬起来。不好，我打！定远！大少爷，大少爷为了救我，都是我，都是我！定远，定远，我的儿啊！止血药，苏氏赐的止血药，快呀！火药呢？大少爷，都好好的，一罐都没炸。大少爷，你要干啥？苏氏，定远没让你失望。苏氏，雷霆已成，明日我萧氏一族定要让那群马贼粉身碎骨。当火药第一次在这片荒月中怒吼，他将告诉所有觊觎者，这30几个废人脚下的土地是比阎王殿更恐怖的地方。这贼老天，早不下晚不下，偏偏这个时候下。雨太大了，苏氏信里千叮万嘱，火药最忌潮湿。咱们虽然用了多层油纸密封，但这引线若是被雨水浇透了，没有退路了。爹，火种在，儿子在！来了，黑风道来了！我还以为名满天下的太傅大人能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修出什么铜墙铁壁呢？兄弟们听好了，里面那些细皮嫩肉的书生一个不留，全砍了当花肥。女人和粮食谁抢到就是谁的，给我冲！投石机，准备，放！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鸭蛋，我的老天爷！老东西，你扔几个破瓦罐下来，是想给大爷们接雨水喝吗？爹，火药全潮了！过门！守不住了，城门要破了！萧家儿郎，听令！火药失效，但这道门后是我们的妻女，是我们的命脉，退一步便是万劫不复。平时读的圣贤书教导你们舍生取义，今日没有退路，唯有死战！乳娘的，哥跟这帮狗杂子拼了！杀光他们！
好家伙，找死！太傅小心！太傅！去死吧！我萧家子孙的命，你收不走！结束了。既然你这老骨头急着找死，大爷就先送你上路。萧家的血该还了。又来一个送死的瞎子！怎么，刚刚扔了一堆破泥巴没砸死大爷，现在打算亲手递过来？瞎子递瓦罐，这是要请咱们喝水啊！太傅家的儿子，一个比一个有意思。最后一个了，成与不成，就看这一下。连躲都没躲，这瞎子疯了！大出萧氏，请诸位上路。这是天谴啊！他们会妖法，他们能招来天雷，快跑啊！穷寇莫追！爹，粗略清点了，斩杀马匪30余人，缴获战马20匹，长刀长矛40余件。咱们这边呢？战死3人，重伤5人。抚恤已经在办了。我出去走走。同志啊，咱们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堡垒，这一战几乎毁了一半，那几百斤的粮食险些就守不住了。太傅，回得好啊！这土墙是用黄泥夯的，什么？木门是胡杨木拼的，对付寻常的野兽尚可，对付马匪简直就是不堪一击。昨夜这一战，让我彻底看清了咱们这堡垒的致命薄弱之处。土墙不精壮，木门怕火攻。重志，你的意思是？我已经想好了下一座堡垒的图纸，结合了苏轼送来的现代建筑力学基础和古代的营造书法。下一次，我们不再用黄泥夯土，我们要在堡内建窑烧青砖，要挖云水渠灌满护城河。城墙的厚度要加倍，里面要留出隐蔽的射击孔和投石器轨道。我这双腿虽然不能动了，但我的脑子还在。孙家婊子真正的铁城，我要让他坚不可摧，让他拔地而起。下一次，别说是100个马匪，就算是1000个、10000个，就算是连飞鸟也休想撞破我萧家城墙的一块砖。
苏师，您看到了吗？您的心血没有白费。萧家，立出来！从这一天起，萧氏一族不再是被命运裹挟的流放者，他们是自己城墙的奠基人。太傅，用尸教的法子，咱们烧出了比京城墙还要硬的青砖。好砖，有了这些砖，再配上苏师所赐的水泥配方，不出3年，我就能在这戈壁滩上给咱们萧家起一座连撞车都撼不动的铁城。同志，你双腿虽然心气倒比在京城的还足，在京这里修的是咱们萧家的命，能一样吗？太傅，是大少爷回来了。定渊，你不是去北边勘测采石场了吗？这是何物？狗头金，是没练过的狗头金啊！大少爷，您这是在哪儿刨出金子来？北边10里外的断层山崖，昨夜发生了3了小规模的滑坡。我去勘探石料时，在滑坡的断面处发现了一条极品半生经脉。这几块只是露在表面的原矿，下面我粗略看了，至少够咱们挖几10年。都安静！天降祥力，非我萧家之福。若无苏师赐火药教我们烧砖制水泥，我们早就变成了这大漠里的白骨，哪里还有命去寻金矿？宁渊，立刻带人将这几块原金细细打磨淬炼，再挑出咱们地里最大最饱满的10个土豆，宰一头最肥的羊。明日清晨，我要在枯井前设下大祭，全数量进献给苏师。我们要告诉师，萧家就算豁出全族的性命，也要报答苏师的再造之恩了。是，报答苏师，报答苏师，报答苏师，您等着，明日萧家给您献礼。就是这儿，动作快点。苏老板，大半夜还在忙活，挺敬业啊。不干什么，就是给你送份协议来。四合院无偿转让，你这简直就是强人所难。这是我的老宅，我不可能签。什么强人所陈？我这明明是为你好。就你这破老院子，又旧又偏，有什么值你维护的？这是我的根，我不会转让的。你们根本不懂，这院子对我不只是一处房子。我实话跟你说，我老板耐心已经耗尽了，早点把协议签了，对你对我们都省事。这院子对我意义特殊，我不可能随便签字的。执念太深罢了。你现在的处境根本没必要守着这老旧的院子不放，别固执了，早点放手还能落个体面，何必死磕到底呢？好话我已经说尽了，你非要执意不肯，那我们只能按流程处理了。无论你们用什么手段，我都不会让出这座老宅。我不逼你按手印了，因为明天过后，这院子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你如果不怕死，明天就试着挡在推土机前面，把大门从外面锁死，留2个人看着，天亮准时强拆。明天早上6点要拆了。我输了，但萧家不能输。文明的火种绝不能在我手里断绝。开始，赤脚医生全科全书，打印；土木工程基础力学与营造法式，打印；现代高产作物选药与土壤改良大全，打印；基础冶金学与高炉炼康图纸，打印。
这些资料是无数人熬了无数个夜才得来的，我必须把他们送出去。再多印一份，再多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够了。成了。万劫不灭。6点了，我输了现在，但我们赢了未来。苏师，萧家来献礼了。苏师，您又送东西来了。仇敌势大，此地将毁，此定将埋。吾平生所学，悉数赠与萧老。此去经年，莫念无名。苏师，您回话呀！应援的剑海里，你让我过去，我替您杀光他们啊！让我过去，狗杂碎！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我们苏师？我去劈了他，放我过去！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在这边高歌猛进，是在与我们诀别呀！苏师的造黄金有了打不退的马尾，可苏师呢？他老人家在后世正在遭受仇敌的迫害，甚至性命不保。他把这诸天神佛都造不出的天书，用他的血硬生生塞给了我们。他给了我们整片天，我们却连替他挡一刀、替他挨一拳都做不到。都给我把眼泪擦干！哭能救苏师吗？哭能杀敌吗？哭！苏师在后世蒙难，甚至流干了血为我们送来这些天书，不是为了看我们在这里像懦夫一样哀嚎的。太傅，可是我们过不去啊！隔着1000年，我们就算是霸王在世，也挥不出跨越时间的一剑啊！跨不过去！既然刀剑劈不开这1000年的岁月，既然肉身跨不过这该死的天气，那我们就把这1000年走穿，传我族长血令。苏师赐下的剑力学与水泥配方，你立刻给我吃透。我要你不仅建铁城，更要在这枯井正下方10丈深处给我挖一座防腐、防水、防风化的地下宫殿。柳重之领命。老魏，应援。在。自今日起，大楚再无萧氏。我萧家子孙永生永世不入朝堂，不争霸业。爹，我们要转入暗处，化为这世间最隐秘的毒蛇。柳重之在，带上所有能拿得动兵器的男丁，进山开采金矿。我们要把挖出来的每1两黄金，把苏师赐下的每1页天书，连同我亲自撰写的萧氏1000年遗训，全部封死在那座地宫里。100年不够，就500年；500年不够，就1000年。我们要用这1000年的光阴，去积累这世上最庞大的财富，去豢养最死忠的死士，去编织一张网罗天下的暗网。我要让萧家的血脉成为守护这个秘密的1000年诅咒，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带着这1000年的底蕴，带着这滔天的怒火，在这个牢笼里死死的活下去。
一直活到那个该死后世。若苏师在后世身死，我萧家便用这1000年的积惨去替他清算那笔血债。感动苏师者，哪怕是1000年之后的王侯将相、资本巨富，我萧氏隐门暗卫，必诛之。萧氏第5代孙萧定渊立誓，1000年血仇必报。老魏，至死追随，有从之以残躯立誓，此生此世，来生来世，萧氏在，从之在。立誓，立誓。苏氏，萧家接旨了。时间到了，苏大老板，给你1晚上的时间考虑，还是不签？我说过，这院子你们拿不走。哼，拿不走？你们这群吸血鬼，迟早会遭报应的。在这片地界，我盛世集团就是规矩。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这院子我今天强拆定了。就算把你埋在里面，也只能算个施工意外。给我推！现在把后院连带土地墙根全部推平。我尽力了。我把火种都定远传过去了，只要你们能活下去，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值了。怎么回事？王经理，下面有东西。这是古代的墓室穹顶。慌什么？就是个破地窖。继续推，给我把它砸烂，就当什么都没发现。王经理，不能砸呀！这要是真文物，破坏国家特级遗址，那是要判重刑的。都不许动！谁是这里的负责人？警官，误会，都是误会，我们在正常施工呢。墨玉青砖，还有失传的糯米灰浆防腐浇筑法。天哪，这等规格的防腐和抗氧化技术，绝对是明代甚至更早的王侯级别的地下建筑，保存得如此完好，没有丝毫盗洞痕迹，这是国宝，国家级特级遗址。这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宝库？大楚太傅萧景携萧氏全族泣血绝笔，此地10里即消耗近1000年光阴所积攒之1300万两黄金底蕴，皆非无主之物，悉属项下无实私物也。后世若有强权恶霸敢夺50寸土者，大楚萧氏隐门安卫亦必倾全族之力，代天诛之。40代嫡孙萧长风，奉老祖宗1000年遗命，携萧家万亿积运，特来迎吾师出山。先生昨夜受的惊吓，萧家连本带利替您讨回来了。萧老，半个馒头，你还了1300万两黄金，这买卖你们亏大了。盛世集团涉嫌涉黑、强迫高义、非法强拆等多项罪名，今日正式破产清算。据悉，相关负责人已被依法逮捕。听说了吗？盛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不是得罪人，是得罪了一个家族，一个藏了1000年的家族。小伙子，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我就是个种地的。萧老、丁渊、老魏，你们听到了吗？你们的账，我替你们收下了。不可能，地宫已经挖开了，因果已经闭环了。
苏轼。